Hello，大家好。疫情爆发以来，很多人在郊区购买了更大、房价更容易负担的住房。虽然去年加拿大房价达到了创纪录水平，但最大的涨幅并不是在城市地区，而是在郊区和农村地区。昨天，多伦多房地产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，因为长租和短租市场疲软，再加上迫在眉睫的多伦多城市空置税，很多投资型公寓业主由出租转为出售他们的公寓，这造成了供应的突然增加，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。因此，买房的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议价能力。当前，很多人看准了这一买房的有利时机，并选择出手。统计显示，2020年第四季度销售量同比增长20%以上。但是，与房价不断上涨的郊区房产市场不同，多伦多地区的公寓市场虽然火热，却没有带来房价上涨。相反，多伦多公寓的平均售价反而同比下降2.4%至644516加元。大多伦多地区的公寓平均售价同比下降1.1%至61万044加元。小户型价格同比下降尤为明显。根据最新数据，公寓销售在去年第四季度总计达到6469套，与2019年第四季度的5358套相比，增长了20.7%。与此同时，2020年第四季度新上市的房屋数量为12298套，比2019年第四季度增长了惊人的91.9%。2020年第四季度末的活跃上市总数为4294套，是2019年第四季度末的2倍多。过去12个月，由投资者驱动的多伦多地区公寓上市数量强劲增长，但由于买方选择更多，议价更容易，导致销量与2019年相比大幅上升。再来看看多伦多地区公寓的租赁市场。2020年第四季度出租的公寓共有12584套，与2019年第四季度的6756套相比，猛增了86.3%。2020年第四季度出租公寓房源与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，增长了131.6%。由于疫情对旅游业和短期租赁市场的影响，尽管对租赁公寓的需求创造了历史新高，但进入租赁市场的公寓房源的增长却远远超过了租赁的交易量。在多伦多短租市场的法律限制和即将开征空置税的双重压力下，租房者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议价能力，导致平均租金下降。2020年第四季度，一居室公寓平均租金同比下跌了16.5%至1845加元。而2019年第四季度为2209加元，同期两居室公寓平均租金下跌14.5%至2453加元，而去年是2868加元。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委员会首席分析师认为，随着2021年经济形势持续改善，尤其是疫苗推出的速度加快，以及移民和非永久移民到大多伦多地区的加快，租房市场需求将保持强劲。这可能导致当前大部分租赁单位的库存将被吸收。不过，他也承认，在2021年大部分时间里，市场情况可能继续对租房者有利。在这个报告发布之际，多伦多的公寓销售市场继续呈现出创纪录的增长。1月份的公寓销售较2020年同比增长近1倍。多伦多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在推特上分享了2021年1月1日至15日售出了822套公寓，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92%。如今的多伦多公寓空置率已经飙升至50年来的最高水平。就连加拿大退休基金都正在准备增加市区房地产投资，他们准备压住疫情消退后房产市场的需求再次发生变化，市区房产的需求将成为主流。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，公寓的价格于2018年同比上涨10%，
当时需求非常强劲，那时候别说溢价了，竞价战都是常态。疫情打乱了一切，现在的郊区和农村地区的房产市场正在吹泡沫，而多伦多等城市地区的公寓市场正在挤泡沫。疫情早晚都会过去，一切都会恢复正常。因此，对于刚需来说，现在可能是一个上车的好时机。如果储蓄不多的话，房子买小一点也算是上车了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